地球上杀人最多的动物是什么？老虎、鲨鱼、毒蛇都不是，是蚊子。一个体长不到1厘米的小飞虫，每年杀死约72万人，而人类为了消灭它，每年人工培育数十亿只蚊子。你没听错，为了消灭蚊子，我们在养蚊子。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的最新报告显示，2024年全球疟疾感染病例达到2.82亿例，死亡约61万人。这还只是疟疾一种，加上登革热、黄热病、寨卡病毒、乙脑，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杀死的总人数超过72万。72万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每天都有将近2000人因为蚊子叮咬而死。更扎心的是，这72万里，75%是5岁以下的非洲儿童。你想想，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什么样，就被一只蚊子带走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蚊子杀人不是靠毒液，不是靠利爪，而是靠一种你根本看不见的方式。它叮你一口，吸你一点血，顺手把寄生虫或者病毒注进你的血管。这就好比你走在路上，有人轻轻拍了你一下肩膀，你觉得没什么，3天后你发高烧了，因为拍你那只手上沾了要命的东西。更损的是，蚊子自己不会死，它把病原体吸进体内，不但不会生病，还在自己体内帮寄生虫繁殖孵化，然后再叮下一个人，把成熟的病原体送进去。这哪里是昆虫，这根本就是一座会飞的生物兵工厂。而人类面对这么个敌人，干了什么呢？我们手握基因编辑技术，能精确修改任何一段基因。我们能造出不能繁殖的蚊子，不能传播疾病的蚊子，甚至理论上能让整个蚊子物种灭绝的蚊子，但我们不敢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次我们觉得自己找到了终极武器，结果差点把生态系统搞崩，那是 DDT 的故事，后面再说。所以灭蚊的悖论就摆在这里，我们拥有能让蚊子物种灭绝的技术，却不敢按下那个按钮。每年70多万人因此丧命，而我们的方案是继续养蚊子。我不是吓你，这是事实。你肯定也想过，蚊子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变成生物兵工厂的？这得从一个在中国行医的苏格兰人说起。1871年，一个叫帕特里克·曼森的英国医生来到中国，在厦门鼓浪屿行医。他在那里待了13年，见证了无数人被一种叫丝虫病的怪病折磨。患者的腿肿得像象腿一样粗，皮肤粗糙开裂，疼痛难忍。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瘴气引起的，和蚊子没关系。但曼森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那些引起丝虫病的一种寄生在人体血液里的线虫幼虫，居然在蚊子体内能继续发育。蚊子吸了病人的血，微丝液进了蚊子胃里，然后穿透胃壁，进入蚊子的胸肌，蜕2次皮，变成有感染能力的幼虫。等这只蚊子再叮下一个人，幼虫就顺着蚊子的口气进入新宿主的淋巴系统，长成成虫，然后产出更多微丝液。蚊子不是简单的搬运工，它是寄生虫的育婴室。曼森在1877年发表了论文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蚊子是疾病的生物载体。说实话，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。在这之前，人类对付传染病的思路全错了。我们以为疾病是瘴气传播的，是坏空气传播的，是道德败坏招来的天谴。
曼森告诉我们，罪魁祸首是一种你每天晚上在你耳边嗡嗡叫的小飞虫。这个发现直接改变了人类防控传染病的整个策略，从驱邪避瘴变成了灭蚊防蚊。但认识到蚊子是杀手是一回事，挡住蚊子是另一回事。最惨痛的例子就是巴拿马运河。1881年，法国人开始挖巴拿马运河，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。工程没几年就被黄热病和疟疾打崩了。黄热病这东西得了之后，高烧、黄疸、出血，严重的时候致死率能到50%。蚊子通过叮咬把黄热病毒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，在运河工地上疯狂肆虐。法国人拼了命地挖，但每挖一锹土就倒下一个工人。10年间，超过22000人死于黄热病和疟疾。法国人扛不住了，1889年停工，项目破产。后来美国人接手，这时候有人已经意识到蚊子是传播途径了。一个叫威廉·戈加斯的美国军医在古巴已经证明灭蚊能有效控制黄热病。他到了巴拿马之后，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挖运河，而是排水、烧草，给所有积水处倒油。蚊子没了繁殖地，黄热病和疟疾的发病率暴跌，巴拿马运河这才得以建成。说真的，巴拿马运河的每1米底下都垫着工人的尸骨，而真正的杀手不是塌方，不是洪水，是蚊子。但黄热病虽然可怕，真正的死神是疟疾。疟疾的杀伤力远超黄热病，因为它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机制。疟疾由疟原虫引起，暗蚊是它的搬运工。当暗蚊叮咬一个感染者时，疟原虫的配子体跟着血液进入蚊子体内，在蚊子胃里进行有性繁殖，产生子孢子。这些子孢子迁移到蚊子的唾液腺，等蚊子在叮人的时候，就跟着唾液进入人体。进人体之后，疟原虫先钻进肝细胞，在那里分裂繁殖，一个变成几万个，然后破肝细胞而出，冲进血液，钻进红细胞。在红细胞里，它吃血红蛋白长大，分裂成更多的裂殖子，然后胀破红细胞，释放出来的裂殖子再钻进新的红细胞，循环往复，每48小时或72小时炸一轮。你身上的红细胞就是它的兵工厂，每一轮繁殖都伴随着一波烧红的铁水般的寒战和高热。我第一次看到显微镜下疟原虫胀破红细胞的画面时，说实话后背有点发凉，那感觉就像看着一群东西在你体内一颗一颗的引爆。恶性疟原虫最狠，它能感染10%以上的红细胞，严重的情况下超过20%。红细胞被成批摧毁，导致严重贫血，堵塞微血管，引发脑型疟疾，致死率极高。5岁以下儿童最容易中招，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来得及学会怎么对付这东西。2024年，全球2.82亿人感染疟疾，61万人死，95%在非洲。你想象一下，每50秒就有一个非洲孩子因为蚊子叮咬而死，这不是夸张，这是算出来的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人类在20世纪中叶终于找到了一件看起来像终极武器的化学药品 DDT。 然后人类犯了一个经典的错误。1939年，瑞士化学家保罗·米勒在试验了349种化合物之后，发现了一种叫双对氯苯基
三氯乙烷的东西对昆虫有奇效，英文简称 DDT， 它几乎能杀死所有蚊蝇虱藻，而且对人体和哺乳动物几乎无害，便宜、稳定、好储存，效果惊人。米勒1948年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颁奖词说，他让人类拥有了对抗害虫的终极武器。DDT 上场之后确实大杀四方。1955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全球疟疾根除计划， DDT 是核心武器。印度用 DDT 把疟疾年死亡人数从75万降到0，斯里兰卡感染数从280万暴跌到17例。希腊农村把 DDT 混进石灰水粉刷墙壁，蚊子碰一下30分钟就死，感染率降了98%。全球至少5亿人因 DDT 避免死于疟疾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5亿条人命。但问题来了， DDT 太好用，好用到全世界疯狂滥用，不仅用来灭蚊，还用来给农作物杀虫，往田里一撒就是几吨几吨的，用量一大，自然选择就开始发威了。蚊子繁殖速度恐怖的吓人，一只雌蚊一次产卵100到200个，从卵到成虫只需要1到2周，寿命1到2个月，但在这1到2个月里能繁殖好几代。你今天杀死99%的蚊子，剩下那1%要是带了抗药基因，几代之后就满血复活。DDT 用了不到10年，很多地区的蚊子就进化出了抗药性，残留的幸存者繁衍出的后代一个比一个难杀。我查到这个数据的时候，说实话，第一反应不是蚊子真厉害，而是自然选择真厉害。你以为你赢了，其实你只是帮蚊子做了一次筛选考试，不及格的全死了，及格的全活下来了，而且繁殖得更猛。更致命的是 DDT 本身的生态毒性，它不溶于水，但极易溶于脂肪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它会在动物脂肪里蓄积。你往田里撒 DDT， 流进水里，浮游生物吸收一点，小鱼吃；浮游生物攒一点，大鱼吃；小鱼攒更多，老鹰吃大鱼攒到爆表。这叫生物富集，食物链越往上走， DDT 浓度越高。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差点因为 DDT 导致蛋壳变薄而灭绝。南极企鹅的血液里都检测到了 DDT。你敢信？人类在农田里喷的杀虫剂跑到了南极企鹅体内。1962年，雷切尔·卡逊出版了《寂静的春天》。这本书一出来，全世界都炸了。卡逊用严谨的科学证据说明 ，DDT 破坏了整个生物链，鸟不唱歌了，鱼死了，河流变成死水。如果人类继续这样滥用，下一个倒下的就是人类自己。然后各国开始禁 DDT， 美国1972年正式禁用，其他国家纷纷跟进。DDT 从诺贝尔奖的神坛跌入了环境公敌的深渊。但这里有个让人五味杂陈的问题： DDT 被禁之后，疟疾在很多地区惨烈复发。斯里兰卡1963年只有17例疟疾，禁了 DDT 之后，几年内飙回到200多万例。非洲更不用说，禁 DDT 之后，疟疾死亡人数直接反弹。当然，现在世卫组织允许在疟疾高发地区继续使用 DDT 做室内残留喷洒，但大规模的滥用已经被叫停了。我认为 DDT 的禁用从环保角度是正确的，但代价是真实的。
用还是不用，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，是一个伦理问题。你要选一边，我选环保，但我承认，这个选择的代价是每年多死几万人，这不是什么值得的代价，这是没办法。有意思的是， DDT 的失败让人类学到了一个教训，跟自然对抗不能靠蛮力。蚊子的繁殖能力太强，你用化学药品搞军备竞赛，迟早被自然选择反噬。所以现代灭蚊策略换了个思路，不杀蚊子，改蚊子。这就引出了一个伦理问题，我们真的应该让蚊子灭绝吗？先说一组数据，地球上已知的蚊子种类超过3500种，有的资料说3700种，有的说3000多，总之就是3000多。这其中的大多数和你没什么关系，它们吸花蜜，吸植物汁液，或者吸动物的血，不碰人类。真正传播致命疾病的，主要是3个属里的几十种。暗蚊传播疟疾，伊蚊传播登革热、黄热病、寨卡病毒，库蚊传播乙脑和淋巴丝虫病。你把这几十种灭掉，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。为什么？因为蚊子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。蚊子幼虫是鱼和蛙的食物，成虫是蝙蝠和鸟的食物，但蚊子不是这些动物的唯一食物，甚至不是主要食物。有研究模拟过，如果灭掉传播疟疾的几种暗蚊，依赖它们幼虫的鱼类和鸟类可能会受到轻微影响，但不会连锁消亡。蚊子在生态系统中更像是一道配菜，不是主菜。但蚊子还有另一个让人头疼的特点，就是繁殖能力太强了。我前面说了，一只雌蚊一次产卵100-200个，1到2周一代，这意味着2件事。第一，蚊子的基因突变能力极强，种群基数大，世代短，任何你能想到的抗药性突变，几代之内就会出现。传统化学和物理灭蚊方法永远在追着蚊子跑。第二，任何你想用的灭蚊技术，只要不是100%有效，残留的蚊子就会迅速恢复种群。说白了，蚊子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，你杀得越狠，活下来的越强。所以科学界开始想另一条路，不杀蚊子，改造蚊子。目前人类手里的前沿灭蚊策略主要有3种。第一种叫绝育雄蚊释放法，学名昆虫不育技术。原理其实挺朴素的，你在实验室里养一大堆雄蚊，用伽马射线或者高能射线照射它们，破坏生殖细胞，让它们绝育，然后把这群绝育雄蚊释放到野外。它们出去跟野生雄蚊竞争交配权，和野生雌蚊交配后产下的卵无法孵化，蚊子种群就这样一代一代被压缩下去。效果怎么样？还真挺猛的。中山大学在广州沙仔岛和大刀沙岛释放了近2亿只绝育白纹伊蚊实验点，可孵化蚊卵数量平均每年减少94%。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一家公司，在加州试点投放了4800万只不育雄蚊，部分地区叮人雌蚊，数量降幅高达95%。但绝育雄蚊法有个致命局限，一旦你停止投放，蚊子种群几代之内就恢复了。因为绝育雄蚊自己不能繁殖，你释放多少就消耗多少，不像基因改造的蚊子能把特征遗传下去，你得不断养不断放，成本高得吓人。说白了，这就像吃药，不吃就反弹，治标不治本。当然，在局部灭蚊、保护特定区域，
比如旅游区或疫情爆发区，这个方法确实有用。第二种叫基因驱动技术，这是被封印的终极武器。2003年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进化遗传学家奥斯汀·伯特提出了一个概念：正常情况下，一个基因从父母传给后代的概率是50%，和扔硬币一样。但伯特设想了一种叫基因驱动的系统，能打破这个规律，把特定基因的遗传概率推到接近100%。怎么做？用基因编辑技术，在蚊子基因组的某个位置插入一段你想要的基因，比如让蚊子绝育的基因，或者让蚊子无法携带疟原虫的基因。这段基因在繁殖的时候会自动复制到对应的位置上，确保每个后代都带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你只需要释放一小批基因驱动蚊子，它们的后代全部携带你的改造基因，几代之内整个种群都会被改造或者灭绝。从理论上看，这东西比核弹还厉害，因为它能精确的、不可逆的改变一个物种的命运，甚至在全球范围内。那为什么不用呢？因为风险太大了。第一，不可控性。基因驱动一旦释放，没有撤销键，它不会停在国境线上等你审批。少量个体扩散到邻近种群，就可能引发连锁传播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建模研究发现，在某些情境下，基因驱动比预想的更具侵略性，即使是少量释放，也可能在种群中迅速扩散。第二，生态未知。我们几乎无法预测灭掉一种蚊子之后，生态系统会怎么变。有研究模拟发现，某些非洲村落蚊子消失后，反而出现毒蜂泛滥、毁坏庄稼的情况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建模能力。第三，公众恐惧。2016年，美国国家科学院专门出了报告，说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把基因驱动物种释放到野外。2018年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上，各国否决了暂停研究基因驱动的提案，但环保组织的抵制力度极大。我认为，基因驱动技术是人类手中最有潜力终结疟疾的工具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它才最危险。这不是因为技术本身有问题，而是因为我们对生态系统的理解远远不够。在搞清楚全部后果之前，不敢用是对的，但在搞清楚之后，不用是错的。非洲每50秒死一个孩子，等不起。第三种叫沃尔巴克氏体细菌法，这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前途的策略。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细菌，60%的昆虫体内都有。它不会感染人类和哺乳动物，安全性没问题。给蚊子注入这种细菌之后，会发生2件事：一是雄蚊感染后跟野生雌蚊交配，产下的卵无法孵化，这叫胞质不相容性，和绝育雄蚊法类似；二是雌蚊感染后，沃尔巴克氏体不仅能遗传给后代，还能在蚊子体内竞争性地抑制病毒复制。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的蚊子，即使叮了登革热病人，病毒也繁殖不起来，等于蚊子自带了一个病毒防火墙。这招在巴西大获成功，里约热内卢建了一座蚊子工厂，每年生产约5亿只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。2015年率先在尼泰罗伊市投放，2021年登革热病例下降70%，2023年下降90%。巴西目前已在16座城市推广，覆盖人口超过500万。
2025年，圣保罗州又启用了全球最大的沃尔巴克氏菌蚊子工厂，每周产能1.9亿只蚊卵，一年可覆盖1亿人口的防控需求。哥伦比亚的成果更亮眼，世界蚊子计划在3个城市释放沃尔巴克氏体蚊子后，登革热发病率下降了94%到97%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是真激动，这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打小闹，这是几百万人口级别的实战效果。沃尔巴克氏体目前是对付登革热最有希望的方向，但它也有局限。沃尔巴克氏体对登革热，也就是伊蚊，效果很好，但对疟疾，也就是暗蚊，收效甚微。原因很复杂，和疟原虫在蚊子体内的发育路径有关。沃尔巴克氏体不能像压制登革病毒那样有效地压制疟原虫，而疟疾才是每年杀61万人的头号杀手。所以现实就是，我们对付登革热找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但对付疟疾还没有。沃尔巴克氏体是半个解药，不是全部。残酷的现实是，科学还在找完美方案的路上，但疟疾还在每50秒夺走一条生命。2024年，全球疟疾病例2.82亿，死亡61万，比前一年还涨了12000。非洲依然是重灾区，95%的死亡在那里，大部分是5岁以下的孩子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全球抗疟资金正在缩减，几个主要捐助国在缩减对外援助预算，非洲疟疾防控项目的钱越来越紧。而且蚊子还在进化，对多种常用杀虫剂具有耐药性的丝氏暗蚊已经入侵非洲一些国家，给城市疟疾防控带来严峻挑战。疟原虫本身也在变，青蒿素耐药性在东南亚蔓延，非洲也开始出现迹象。我们一边追着蚊子跑，一边追着疟原虫跑，两条线都在赛跑。那现在能做什么？在基因驱动技术和完美解药成熟之前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最朴素的防蚊帐。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，分发防蚊帐仍然是目前最具性价比、最能直接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。一顶长效防蚊蚊帐的成本不到5美元，能保护一家人2到3年。加上青蒿素联合疗法，及时诊断、及时用药，能把疟疾死亡率压到很低。中国2021年就实现了疟疾消除认证，靠的不是基因技术，是基层公共卫生体系，是蚊帐，是监测，是用药。希望今晚没有蚊子打扰你的睡眠，晚安。